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荣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那因为大家每次的鼓励留言，给我们许多的一些建议哦，包含我们一些用字遣词，包含想要谈的内容，有许多人甚至还写信给我们，那提供不管是节目的方向，或者觉得有一些对于有关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些高见其实我们都有收到。我想我们未来在节目当中或在题目当中，我们都会把大家的一些观点内容，我们做一些分享。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像是我们有共同理念的朋友聚集在这里哦。不过，我不希望我们是和尚对和尚这个来讲经，或者这个牧师对牧师来讲道。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一些想法扩增到更多的人来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理念来作为实践。也许这个是节目会受到大家支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商业电视台，拿钱办事，拿厂商做广告，做哪些的事情。就我们还是具有一些理想性格在哦。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太空理想，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也很务实的来对于许多的一些理想来作为推动。所以我们许多的来宾也都是很务实的一个所谓的推动者，很多的一个实践者哦。那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一国两制哦。这个对台湾的朋友来讲可能会觉得吵得非常的烂了。一国两制，当台湾在过去许多的一个民调里面对一国两制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疑虑。它最直接的部分是从香港的议题之后，大家就破灭了，就那骗人啊，哪有一国两制？所以一国两制，如果我们今天想象中它真的在台湾实施的话，我们来做一个预想的推演，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透过这样的分析，也许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制度？到底一国两制真的适合台湾吗？那这个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也是我们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闵居正老师。老师你好。洪林兄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回到一国两制哦，因为中共的渗透一直很厉害，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谈的非常的多到现在台湾还是有政治人物跟媒体还是谈一国两制很好啊，他觉得香港有他的问题啦，台湾不会，台湾至少还这个会提到中国毕竟对于稍微这个在民主自由程度这个内化较多的台湾会给予更大的宽容，会有所谓的台湾形式的这个一国两制，绝对跟香港不同，他也可以跟高度的承诺等等，内部还是有人一直叫，还骂说你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不承认一国两制，所以这个导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共机才会不断的绕台。老师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先撇开政党我们就直接回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当初一国两制呢最早推出来的时候呢，是英国人跑去跟邓小平要谈判说怎么去，是英国人想说我继续治理香港，然后希望说这个主权换治权，就交还主权让我继续统治香港。但是中共不愿意，那中共想说我必须收回来，但是我还有一个办法。之前呢，他们设想的东西叫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最早是帮台湾设想的，就没想到香港问题提前浮现，然后英国人跳出来，最后中国人说那好吧，那我们就把一国两制先试行在香港看看会怎么样。希望说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的很成功的话呢，说不定可以来垂范台湾，然后对台湾做统战用。所以他绕了弯子，现在回到这里来。那很多人就对这个所谓的台湾版一国两制呢，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要谈谈这个问题。当然讲的问题前，我得说明一下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是两件事情。接受九二共识并不代表就等于接受一国两制，这中间还是有差别。但是呢，接受九二共识容易滑向一国两制，这是不争的事实。好，我们回到一国两制。当年一国两制在1980年代呢，这提出来之后，这70年代末提出来。80年代的香港呢谈得很多，因为他们之间面对的问题，所以当英国跟这个中共呢谈香港问题的时候呢，一国两制在香港谈得很多。当时呢，我觉得最锋利的一个观察就是认为说一国两制呢，第一有很高的欺骗性，第二呢有很高的暂时性。什么叫欺骗性呢？欺骗性就是反正骗你的啦，到时候什么时候这个玩完了不知道。他说50年不变，但不保证，所以这是欺骗性。第二呢，答应你什么舞照跳啦、马照跑，生活方式不变，也不见得会这样，到时候可能慢慢会改掉，所以这个叫欺骗性。第二叫暂时性，暂性就是说50年不变嘛，50年不变并不代表永久不变，最后总是要变的。
所以它是个暂时性东西，但是暂时多久大家没有把握，是这样，所以这2个观点。好了，那么如果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化，从什么时候起算呢？从1997年起算，所以理论上应该到2047年。现在呢，在23年，到2020年呢，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变掉。今天到了2021年，香港朋友过什么日子呢？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在这基础上呢，如果说大家还有人对台湾版的一国两制有所幻想的话，我们现在就认真谈谈，如果说出现一个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那么这个一国两制会在台湾会怎么运作方式？我们大概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的几个方面来看，大概我是这样看的。是老师，如果这样，我们一项一项就来。我很好奇，如果今天真的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在政治上就会有什么变化？这样子吧，我们可以拿香港这20几年的经验呢，当做一个参考架构。然后我们可以拿澳门这几十年的这经验当做架构，同时我们可以拿中国大陆自己过去70多年的发展经验当做一个架构，拿这3个架构呢当做一个参照点呢，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如果说一国两制真的在台湾施行，在政治上，第一我们看见的就是新华社在台湾会设分社，新华社台湾分社，它实际上呢会是台湾工委，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台湾工作委员会，它可能会叫做中联办，但可能叫新华社，但这2个呢可以是1221的。大概摆在什么地方呢？比较可能会摆在101大楼，这第一个我们会看到的。然后这个分社不管它叫什么东西，成立之后呢，它就开始大力统战了。第一件事情交朋友，也就是我释放讯息，因为中共的人来到这里了，大家会怕，所以很多人主动来跟他交朋友，这第一个。第二呢，既然你们来交朋友，我就可以收买，所以我给你点利益，让你去江苏做个投资，让你在四川搞个什么生意，在哪边养个鱼，让你赚点钱，然后能收买就收买了。再来呢，要么就用官位收买，让你到北京或者到哪边的人大或政协里面挂个什么名，你就很高兴了。好，再来，你若不同意的话，或者说真的这个很麻烦的话，我就恐吓你。我不用直接恐吓你，只要我跟你谈的不愉快，我收买台湾黑社会恐吓你。你明明知道是我在恐吓，但你抓不到证据，因为出面的是台湾的黑社会，甚至比较严重的话是暗杀。这事情大家说怎么可能？大家看香港发生什么事情？反送中运动以来，不是死了几百人，这个毫无缘由就死了吗？很多是很年轻的，而且死的是很不正常，死的是非常荒唐、非常离谱的，所以暗杀呢是绝对可能的。这第一块。第二块呢，总统跟5院院长跟各部分呢，可能暂时都还有，大家还是行礼如仪，还是做官。政党呢，表面上可能都存在，但是呢，特别反共的政党会销声匿迹，特别台独政党会销声匿迹。我们不管呢，说这些对或是不对，但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面，这是可以存在的，这在我们政党法下面是容许的。但将来呢，他们会慢慢消失了。但是呢，这些政党消失了呢，政党数量可能不见得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亲共政党会出现。这些亲共政党呢，它不一定会名正言顺说我亲共，它可能会用民族主义的包装说我是亲中，我是爱中的。我不是说所有爱中亲中政党都亲共，我是说亲共政党会用亲中的面貌出现。好，这是第3块。第4块，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呢，表面上还有人在活动，但特别反共的人会减少，特别讲台独人会减少，然后一般人呢会谨言慎行，会自我审查。那么主要的政治人物，我们头1任、头2任可能还在选得很高兴，到后来呢，慢慢就变成地下台共呢出来选了。香港就这样子啊，前面不是董建华，然后这个什么曾荫权吗？后面不就变成地下共产党的港共的梁振英吗？再来就明目张胆的林郑月娥吗？不就这样子吗？好，那更重要还有2个部分，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警察。台湾的军队、军事院校会被逐步的渗透，会被换血，会被洗脑，甚至会被淘汰，个别的可能会被消灭。警察也是一样，渗透、换血、洗脑、淘汰、消灭。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政治就已经开始变得很大了。那表面上看起来还没什么变动，就像香港一样，
表面上前几年呢，大家还在这边选呢，还在这边闹，慢慢的就收紧了，23条不行了，最后国安法就来了嘛，就这样子嘛。老师刚刚提到政治上手段，比方说用威吓的找人来找你麻烦，就发生了啊，不用1国2制啊。我们看到香港的朋友来台湾开书店就被泼漆，就明目张胆啊，开餐厅对，就给你泼粪什么的。不用等到1国2制，他现在能做的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那当然，刚刚老师谈到是在政治方面，如果是在经济方面呢？经济方面，第一个我想这样子吧，大量的大陆国企呢回来台湾，第一呢，用他金钱的优势呢去并购一些他们认为关键的企业，这些关键企业通常是带有技术的。第二呢，挤压台湾本地企业的生存空间，然后抢占市场。第二呢，有大量的大陆企业呢会进入台湾的股市，所以一时之间台湾股市看起来会非常繁荣、非常热闹，很多炒短线的或不明就里呢会进去会赚到钱的，那几年还真的会赚到钱，这还不是开玩笑的。然后大陆企业呢会进到台湾的关键领域，会进到科学园区，特别像半导体了，然后这电脑的这电子产品3C上下游呢，关键地方还有掌控。再来呢，会有很多的合资公司出现，大陆陆资的跟台资的，陆资跟外资进到台湾呢，并台资的什么等等，大量台资这个合资公司出现。但是合资公司呢，开头几年可能架构还是不变，再过几年会有2个重大变化。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这些公司的高管慢慢大陆人增加了，可能还有台湾人或外国人，但是呢，大概实权的比例呢就小很多啊。第一，大陆人呢担任高管比例越高。第二，有些个别公司或明或暗的会设中共党委，开始管了，管人、管政策、管事、管钱，什么都管。所以前几年呢，台湾人可能会在股市啦什么等等呢看到一些荣景，因为有大量的资金啊、企业什么进台湾，甚至工作机会增加了，大家会觉得不错啊。所以前几年大家会赚钱。但是呢，我得必须这样讲，好景不长，过几年之后就开始割韭菜了。我们说这东西啊，都是没有严重的美中贸易战啊，就假设说就单纯这样过来。那么最后一个情况就是台湾的资金、台湾技术、台湾人才呢，会大量流到大陆去，因为看起来那边吸引力也蛮大的。所以就是大陆人很多来了台湾，台湾人去了大陆。事实上，它另外一部分就是它一个变相的移民政策，就是逐渐稀释你台湾人的比例，然后把大陆人增加，等于是变相的殖民跟变相的移民啊，这是经济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其实真的老师的推论都有根据的。我所知道香港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开始很明显被改变啊。那如果从台湾的社会文化的相关的部分，老师又怎么看呢？大概社会部分，第一个就是五星红旗在台北街头越来越多。这前几年已经出现了嘛，对不对？在101也好，在西门町也好，共产党五星红旗出现了。然后有人说啊，那是言论自由。你到美国或到欧洲社会去，把纳粹旗帜拿出来，你说言论自由，你看看，言论自由是尺度的，言论自由是有范围的。也就是你这个言论自由伤害到我社会的架构的本质之后，这个不叫言论自由，因为你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就有案例在前面的。所以言论自由不是无尺度，言论自由基本上呢不能伤害到我们社会的基本的立国精神，伤害基本的价值观跟基本的原则。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五星红旗会出现，大陆式的标语跟口号在各个地方呢慢慢会看得多了啊，什么争分夺秒奔向2000啦，中国梦啊，强国梦啊，然后什么中国崛起，慢慢你又看到了。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在新闻里面呢，大陆新闻的比例增加了。然后这边会有2件事情很明显的。第一，在台湾某些电视台可以看到大陆的新闻联播。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电视台呢表面上很中立，但是播的越来越多呢是倾向大陆或亲大陆的东西啊，这第3点。第4，大陆的网军对台湾的渗透跟洗版会更加全面、更加彻底、更加猖獗。到时候言论空间呢就被缩紧了很多了，这样还不算。再来就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有几个明显变化。第一呢，亲共的舆论增加了。当然它表面上可能是含的是用亲中国的这个形式包装的，
但是多数人分不清楚中共跟中国的时候呢，这两者会不会混淆？而中共在这时候就有意要混淆，就告诉你说中国等于中共，中共等于中国，所以现在讲中国呢，就等于是讲中共一样。那没有关系，你们今晚去讲好了。好，第一块。第二块呢，反台独的话会多了。不管赞成统或独，我认为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那问题是，只要不影响到这社会的基本安全呢，这都是可接受的。我们的刑法，我们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东西。但是到那时候呢，你要讲台独呢，大概就不被容许了，或者说讲台独会被打压，会被围剿。然后很多反台独的言论、反分裂的言论会出现，甚至呢反台湾意识或反本土意识的这些言论呢开始出现，也就是社会舆论的风向呢开始转变。但更重要一点就是虚假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充斥台湾社会，我们就看到很多宣传说中国越来越强大了，然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变得越来越强大。再来呢，解放军很强大，解放军呢这空军多强，陆军多强，海军多强，太空军多强，信息兵多强呢，等等等等，然后就不断看到一些演习的照片，然后辽宁号、山东号这个号那个号什么等等，慢慢就越看越多。再来个下个讯息告诉你说，中国现在强大到可以跟美国争霸了，所以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讲的那句话，在台湾这3天2头会听到，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如果说这个话真的是很有道理的话，那大家再想想，如果当年纳粹告诉德国人说，德国站起来了，德国在往纳粹统治下站起来了，在往纳粹领导之下站起来了，那时候德国人不被感动的这个涕泗交流的恐怕不太多吧。可今天回头去看，如果还被这句话感动德国人的话，那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常讲，我说民族主义呢是一个双面刃，看你怎么去用它。用得好呢，它可以帮助民族复兴；用得不好呢，可以带民族走上毁灭之路。但是民族在走上毁灭之路的当时，它是没有感觉的，它是欢天喜地的。所以虚假的民族主义呢，在台湾中国民族主义呢，在台湾社会呢会大行其道。然后再来一些比较不明显的啊，很多社团开始中共化了。最明显第一个会是同乡会，第二个会是同学会，再来是艺文团体、社会团体，慢慢的共产党的味道就浓起来了。好，再来就是大陆出版品在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现在不是闹出童书事件吗？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中共的洗脑教育从娃娃抓起。他从3岁就开始教你说共产党怎么样救了中国，怎么样带领中国走上富强康乐的大道，所以他会有一套他的世界观。他把这套世界观呢从小的时候抓起，让你不知不觉看东西，慢慢就形成这个观念。我再说一次，我并不反对健康的民族主义，但是一个居心叵测的民族主义或者是虚假的民族主义，只能毁灭这民族。这事情日本做过，德国做过，我们刚刚讲过了。所以这些东西呢，除了在童书里面出现，会有大量的电影会出来，电视剧会出来，歌曲会出来。大家不要忘记啊，南部的很多本土电台现在在放大陆的音乐，放大陆歌曲，但他们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些人有感觉，但因为拿了钱，但他愿意这样做。好，再来各位想象不到的，台湾的黑社会会中共化，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必须在台湾社会必须要有打手帮他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买通一些黑社会，然后他用什么办法买通呢？2个方式，一个是用钱直接买，第二呢用民族主义。他要告诉你说仗义美多图狗辈。好，那么爱国的人呢不分黑白，你是黑社会人没有关系，只要你爱国我都可以接受。香港黑社会现在不也中共中共化了吗？所以香港黑社会很多时候配合警察去打压这些民主示威的人，不就这样子吗？但是更可怕的是社会氛围的改变。社会里面呢，因为中共的势力慢慢大了，所以社会告密风气会开始增加，抹黑后开始增加，然后有些人会被孤立，只要你跟中共讲话不一样的，会被孤立，会被打击，这事情会变得非常普遍。是，那如果回过头来，刚刚提到面向进入到包含教育文化的部分，那如果中共进来在推行真的1国2制，它会是什么样的样态呢？这个想起来真是蛮可怕的。
第一比较具体就是会有大量的大陆老师呢来到台湾，大概应该这样吧，从大学开始了，大学、高中、初中这样一层层下来台湾，他大概主要做2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他在教书，但实际上呢他在洗脑，他在或明或暗的教大陆那套东西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重要任务就是审查跟监视，他既监视他的同僚，就其他的台湾老师，也监视学生。我可以具体举例子给各位听。我在台大上课的嘛，那么我在台大上课的时候，我开一些课呢是跟中共相关的课，大家也晓得我的专长了。那我开中共课呢，就有很多大陆学生来上课。那么前几年呢，就有一些大陆学生上完我课之后呢，上了几节课之后跟我讲说，老师我不能来上课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跟你上完课之后呢，下课跟你去聊聊天呢，就我被警告，有人在台湾请我去喝咖啡，警告我说你不能跟明老师走那么近啊，因为明老师怎么样。很具体例子，也就是大陆学生来台湾，希望受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开放的、比较进步的教育，结果在那边受到大陆人的监控。那这事情将来如果真的一旦1国2制在台湾实行的话，这事情会变得非常普遍。第二事情，我们看到大陆的教科书会大量来台湾。开始可能是比较理工科的，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伤害的，慢慢文法商的就进来了，商的也没有什么伤害。文的部分伤害就比较大了，伤害最大呢是有关历史的部分，也就是中共有一套史观，有一套历史观，一套社会观，这套史观跟社会观呢就渗入到台湾社会。这些中共的史观呢，还用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情况，解释中国跟外国的关系，解释国际社会。它的核心当然讲说中国要崛起，中国这100多年来被西方帝国主义打得多惨，现在我们要崛起了。幸亏有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国才能崛起。所以将来这套史观在台湾就变成说越来越广泛，它会在教科书里面出现，然后呢会在一般刊物呢大量出现，在网络文章出现，然后慢慢呢更重要在哪里出现呢？在考试题目出现。一旦走到考试题目的时候，那大家就必须这样回答问题，大家就必须这样去想问题，大家就必须配合他。所以换句话说，当他进入到考试的时候，那这个冲击就非常大了。好，那么在社会上呢，我们还看到什么呢？除了刚刚讲说文教之外呢，我们看到就是敢于讲话的不同声音的异议分子，包括你我在内，慢慢呢会被封杀。首先呢，这个出场的机会会少了。是。然后第二呢，我们任教机会呢慢慢会缩减。第三呢，我们文章不被发表。第四，我们讲话会被警告。最后呢，谁跟我们的贴呢？谁看我们东西呢？会被人家认出来，然后会被警告。一步步的下来，警告就算了，再下一步呢就切断工作机会，彻底斩断你的经济来源。我看你还拿什么来烦我？是这个。以后当然就没有政经最前线哦，这最直接的部分就不可能允许这样的节目存在哦。当几个面向谈完之后，最终就谈到宗教这件事。老师，你看那会怎么样的一个在宗教在1国2制在台湾版，假设真的来推行，会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呢？第一个应该是宣传无神论吧，然后告诉人说这个没有神的，然后这个宇宙就是一个机械的宇宙，那除了讲无神之外，他就要开始正面打击宗教。宗教是落后，宗教是迷信，宗教是精神鸦片，是骗人用的。所以你们不要相信宗教。那不相信宗教，相信什么？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主义。然后他对个别的庙宇跟教派，他会统战，会渗透。大家知道现在少林寺有 CEO，少林寺可以出股票。对。各位能够想象到行天宫或者说我们的什么大庙啊，或者什么城隍庙呢，将来发股票吗？行天宫股票，或者什么这个善导寺股票之类的，好诡异哦，这非常诡异。然后善导寺有 CEO， 行天宫呢有 CEO， 然后出来这边讲说啊，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得永生，然后这边一边拜佛祖，这边一边拜习近平，这是在大陆上是发生的了。然后个别宗教领袖如果还继续抵抗、坚持信仰的话，会被打击，会被排除，然后甚至会被逮捕。这大陆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中共只是讨厌法轮功，中共当然讨厌法轮功。谁是正派，谁是正教，谁是正的信仰，他当然会打击。
但是别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跟民间信仰呢，通通在铲除之列。你说大陆上还是有啊，有，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禁得掉，但是当它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各位注意看，少林寺现在不就读读这个毛语录，读这些东西吗？所以各位看到，就是我们把大陆过去几十年的演变，特别结合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稍微勾勒一下，大家慢慢明白，一旦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出现的时候，台湾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还有人说，台湾可以有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它走的会比香港版的更好，这叫自欺欺人。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是有意配合中共统战台湾。真的，今天谢谢我们明老师哦。针对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假设真的在台湾哦，真的有人幻想烂漫的觉得说，只要跟中共不要这个，当然就是接受吧，不然怎么办？现在的武力啊，认为有一些差异，美国又不一定来来这个救你，在这种状况之下，接受还是可以过得很好，会吗？其实老师从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包含到宗教的部分，以我们的这种推估推论，跟以香港为作为一个参考来讲，显然没有这种事情的啦。我觉得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不免要为香港的朋友，在追求民主的朋友，真的要再为他们打气，因为我觉得社会就这么现实。我相信现在国际上好像大家没有人又特别在关心香港议题，包括缅甸的事情又产生了，或者是疫情的部分、疫苗的部分哦，那又被转移焦点了。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包括明老师，包括我们最近最前线，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议题是不会放弃的，我们还是会持续来关注香港，因为我觉得对台湾的朋友，为什么最后会惊醒？一国两制是一个骗人的部分，其实就是借由香港人民的血汗，真的，我觉得那血泪了，血泪，对，这是让人家觉得非常悲壮，我觉得非常难过的部分。每每在回想看到那些影片，都会觉得真是不舍啊，但还是要继续努力啦。真的有人说，这个解决香港的问题，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这个流氓民主化，只有这样的方法。我想加一句话，好不好？香港加油！对，大家一起努力。那今天很谢谢明老师清楚的帮我们来阐释这个一国两制，如果套用在台湾发生什么问题，真的我们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可以敲醒许多还认为一国两制可以让你免于被中共的各式各样的骚扰跟打压，不会的。事实上，你只是慢慢的进入他的圈套，而被全面最后的赤化。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部分。那再一次谢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请大家协助帮我们的节目转传，然后订阅、按赞、留言，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扩增到更多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到真实的事件跟真实的声音。再次谢谢大家。